阿姨，咱们这是成功了。这座伪物本就是大业已成的明证，你方才的疑问还是改为陈述比较合适。咱就是想帮灯姐再确认一下嘛，我看她憋了很久呢。你自己忍不住就算了，没必要拿我当借口。伪物啊，虽说外形有些不够品味，但单论实用性，它的确值得换来几声劫后余生的喟叹。但愿如此。力拓叔，这种时候就别再说些苦大仇深的话啦。从今天起，欧夏再不必担心影子的侵染，郎秋也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之道。无论如何，咱们都没有让明海和白羽的悲剧重演。别说喟叹，流芳百一试也不为过吧。在知晓了在场诸位的本质后，却依然执着地认为我等所行之事可称大义，你的欺瞒倒是已入化境。瞧你说的。白叔叔，如果你有什么话，还是直接说出来比较好。师父，抱歉。怎么是琥珀街？咱刚刚不是还在和灯姐对峙吗？对啊，之前师父突然出现，然后也许白吉认为各位还债的时间已经到了。看来在这100年间，你还做了许多连我也不知道的有违师命的事。你可别空口无人清白啊！咱顶多是被你吓到了而已。反正在别人背后突然讲话的坏习惯，决议你得改改。不过，既然师父出手，那小瑟拉和瑟利姆之前突然不见踪影，也就都说得通了。的确是他将瑟拉佩姆和瑟利姆带回，并终止了大家与灯的战斗。那徐梦者他们呢？不会被师父请回欧夏了吧？的确如此。对于这里的异变，他们本就无能为力。那还真是可惜啊！唉，没能看见咱认真起来的风姿，他们简直亏大了。无论如何，在白吉的干预下，名义上的期数如今已全数汇聚于琥珀街。此般结果虽然喜人，过程却实在难称文雅，特别是对某只被我暂时解开禁锢的狗而言。当然，从我的角度看，这背后只有一种可能：白吉急了。哎呀，那么大一团影球，就算是真正的神明见了也得着急。但绝大多数的郎丘人并不着急。难道决一觉得他们应该抱作一团，痛哭不止，让这球球再大上几分？至少也不该像现在这样，仅仅把它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决一，咱们是谁啊？领导咱们的又是谁啊？再过一会儿，恐怕他连谈资都做不成。不过，听你这么一说，咱还真有点好奇大家现在的状态。现在
还来得及吗？白吉为我们预留了一些自由活动时间，如果你想逛街，请自便。唉，不行不行，一个人逛也太没意思了。走啦，咱们还是学老样子，搭个伴儿呗。战士们，展现你的力量吧！将天上的影子逐出廊丘。这种台词好多话术都用过，一点新意也没有。松雀姐姐，你能再表演一下那个吗？就是你在围棋时常说的那句“廊丘坏坏”。我必须纠正一下，那是环环，不是坏坏。既然大家这么想听，咱来一句也没什么。不过，光看还不行，你们可得把这句牢记于心。若是往后有谁问起，都得大声告诉他们，这可是欺瞒之术松雀大师的口诀。好，不错，很有精神。那咱要来啦！廊丘环环，影气听之，急急如律令。决议，你好歹发个光，意思意思嘛。帅！围巾能换出成品就好。啊，是松雀大师，我刚好有一个想让您帮着琢磨的事呢。这孩子平时一见咱就紧绷小脸，生怕咱忽悠他，这会儿反而热络了起来，真是稀奇。好说好说，你问吧。您能不能替我向那位仅凭一人之力便使灯的名号长燃不息的姐姐带个话，就说您有没有兴趣和我们信实钟表行合作，推出一款带有灯组织特色的复古款式的表？这是我头脑一热想到的方案，如果您觉得冒犯，也可以拒绝。拒绝什么呀？这种好事儿，咱可没有拒绝的道理。而且你瞧，七叔这会儿都在，顺势推出七叔联名款手表，说不定会更合适呢。啊，事先说好啊，既然是咱给你们店提供了财路，欺瞒的那一款，你可一定要做的别致些，最好能让人一眼爱上，一代不脱。我会努力。松雀大师，松雀大师，笔店最近又新推出了一款面，您愿意赏脸试试吗？这次不会又有什么最低消费吧？这次免费，绝不会多记您一笔账，只需要您在吃完饭后和我合一张影就好。然后把这张合影贴在墙上，下附欺瞒之术最常吃的面。啊，对，哎呀，不对，我就是想记录一下食客们露出满意笑容的瞬间而已。既然你这么说，那就多拍几张吧。如果能把墙贴满就更好啦。哎呦，只贴墙也太浪费了。如果您不介意，请务必让我把与您的合影印在本店的宣传单上。妙手，做生意这块还是老板你更胜一筹啊。哎呀，帕斯塔这拍照技术真差，咱都快吃不下了才拍好。哎呀，咱上次这么受欢迎，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的事了。就算是借了师傅的东风，狐假虎威，能在这种时候重新体验一回，倒也不亏。原来你更喜欢这样的姿势，多多。嗨，小色拉，还有
格尔？难道没人教过你进门前要先敲门吗？真没礼貌！但这里并非你的家，多尼戈尔。还是说，你会把一切让你开心到露出肚皮的地方称之为家？你说什么？多多，吵架不对，让哥哥替你打架也不对哦。和你说了多少遍，他是影坛力量的巨献，是殉死道途的极致，别用这种过家家的名字喊他。如果你不喜欢哥哥，那哥哥呢？多尼戈尔的哥哥，这个名字应该是你想要的。谁想要了？如果希娜在场，她肯定会说你有训狗的天赋。松雀姐姐和色姐姐真是心有灵犀，色姐姐刚刚也这么夸我。她的训狗可能和我说的意思不太一样。咱们还是跳过这个话题，聊聊瑟利姆小姐吧。她怎么不在？难道是瞧不上这家店的？小色拉，瑟利姆小姐推荐的甜品一定很好吃吧？好吃。松雀姐姐要吃吗？虽说甜品都装在另一个胃里，但再来一整杯，也多半是吃不完啦。咱刚刚才在帕斯塔的店里吃了面呢。可色姐姐说过，如果在店里碰到小雀子，就赏她一杯。吃完之后，带她来彩丝找我。所以，瑟利姆小姐是怕你嫌才丝无聊，才会让你带多尼戈尔来这里打发时间吗？是的，色姐姐目前还没有离开才丝的打算。如果松雀姐姐只是担心吃不完的问题，我和多多会帮忙。我才不吃别人的口水。多多，松雀姐姐最讨厌浪费食物的人，而我不想被松雀姐姐讨厌，所以来帮帮我吧，好吗？就这一次啊？好吧，好吧，小色拉都这么说了，咱再客气就是咱的不是了。况且能和三两好友同吃甜品，共话日常，这可是郎丘十乐之一呢。接下来是不是该找瑟利姆小姐会合啦？色姐姐和我约定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那咱们就快点出。松雀姐姐，书上说一口水分7次咽就不会打嗝了。啊？可咱们也来不及买水了呀。多尼戈尔，你再啧，小心我！瑟利姆小姐，咱没来迟吧？时间卡得刚刚好。那就好。但下不为例，小雀子。啊？色姐姐的意思是，
从礼节的角度考量，卡点到就意味着你不重视。咱下次一定提前到，不是随叫随到。这比我还像狗呢。所以，瑟利姆小姐找我有什么事？没事了，你可以走了。瑟姐姐的意思是，她刚刚已经完成了对你的量体夺身，所以尽管愉悦吧，你很快就会有新衣服穿了。索拉，瑟姐姐的意思是，我要把嘴巴闭上了。那咱就不打扰你们啦。爵爷，你有没有觉得瑟利姆小姐有哪里不对劲啊？坦诚地说，她一向都很不对劲。嘘，你是飘着说话不腰疼，这要是被瑟利姆小姐听到了，挨训的可是咱。等等，这样一说，咱是不是应该把唯一有可能泄露消息的多多先治一治？在治他之前，我建议你先离开这里，毕竟……你这小狗！罢了，咱先找个安全的地儿避一避吧。松雀，好嘞。灯姐，松雀，这一次你不打算跑吗？琥珀街可是咱的地盘，大家又盼着七树处理天上那个黑黢黢的球球，咱要是怕你怕得满街乱跑，害得那颗球无端做大，那也太丢脸了。咱好歹也是欺瞒之术，当然要有术的气魄。不是，你……我时常会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人类总是对大眼瞪小眼和相顾无言这种游戏充满兴趣？那个，灯姐，你应该不会只是为了问问题才在桥下蹲咱吧？这个给你，味道和咱们10几年前常吃的那款差不多。灯姐，如果你喜欢这糖，还是自己留着吃比较好，不然咱给你买。虽说这100年来我个人的确负债累累，但请你吃糖，还不至于让我立刻破产。无论如何，今时今地的琥珀街的确在数量上达成了七树齐聚这一条件，所以灯姐才想用糖果纪念一下吗？现在想来，大家好好的聚在一起，也只有100年前的那一次了。这还真是令人感慨。宋雀，你曾问过为师，站在茅前有何种感觉？那时我未有厘清想法，只能沉默以对。但此刻，他已拂去彷徨的迷雾，径自来到我的面前。是的，面对你口中的唯物，我不曾向往，也从不自轻。我只是渐渐意识到一件事：从命运的穹隆投下的影子和错误中汲取养分，纯属徒劳。
毛钱，为了郎丘的存续，为了仍然在这片土地上挣扎的人们，我必须杀死你。